大家好啊！咁趁住中國武漢肺炎肆虐全世界，所有足球比賽暫停嘅時候呢，找翻啲舊數先。咁今集戰術分析呢，同大家講下韋達帶領嘅英超升班馬錫菲聯。咁由開季到而家呢，一直好多球迷都有留言話想睇錫菲聯嘅分析嘅。咁其實上季英冠已經有留意噶啦。今季開季嘅時候已經 research 緊㗎啦，但係一直懶啦，拖到而家先開翻個 file 繼續。咁睇翻篇打到一半嘅稿呢，佢嘅 create date 呢係2019年8月10號，咁 fact check 咗㗎啦。咁係咪好奇怪？點解唔講強隊嘅戰術，反而過咗咁耐都執意要講升班馬呢？咁首先戰術嘅嘢本身都冇強弱之分，相生相克，互相牽制。咁其次就係錫菲聯上季喺英冠所用嘅戰術呢，確實係令我wow一聲嘅。咁第三呢，當然係錫菲聯而家係爭緊歐聯嘅席位啦。咁話明中堅嘅時代革命，咁大家對中堅嘅印象係點嘅呢？咁較早期中堅俾人嘅印象就係大隻啦、硬淨、好頂得、笨重、轉身慢等等。位置同埋工作上呢，都係以防守為主。以前更加有清道夫呢個角色，咁鬥到最深，見波就大腳解圍。咁戰術方面，較早年代嘅三中堅可能就會聯想到五後衛死守，近年嘅三中堅就主要用於留守後場，咁藉此解放兩隻翼位，推到最上助攻。就算而家興起嘅波披型嘅中堅，咁最多呢只係長傳較精準，或者從後場帶波上前嘅能力較強，最盡都可能去到中場附近就交俾隊友噶啦，咁然後就回後防守，偶爾可能帶到去禁區頂起腳嘅，但係絕對唔係主要嘅進攻武器，咁最多都係死球用中堅進攻嘅啫，好似當年李斯特城嘅手榴彈戰術咁。你有冇諗過中堅可以殺上前場進攻，咁甚至傳中，甚至射門呢？咁點解 title 係用上時代革命呢？因為錫菲聯呢套戰術的確顛覆咗我咁多年對中堅嘅睇法。咁首先講下錫菲聯基本陣型，目前為止28場英超都係以3-5-2出戰嘅，冇第二套戰術噶啦。先講防守，錫菲聯28場失25球，場均係失少過1球嘅，咁只係比利物浦嘅15球少，暫時只輸7場呢，亦都只係比利物浦少嘅啫，同曼城睇齊嘅。錫菲聯打3-5-2冇控球權嘅時候，防守就好簡單啦。一隊前鋒作為第一道防線，咁通常都係企喺對方中堅前邊去遮線啦。三中場平排收窄，緊密咁企喺防線前邊，然後兩隻翼位退後去防守閘位，形成五後衛，先封死中路，逼對方去邊路，整體再往邊移動。咁當對方轉邊嘅時候，就有對邊嘅翼位頂住先，三人中場線。再不斷咁左右移動去封咗對方嘅傳球路線，咁應該唔難理解嘅。平時分析都有講過嘅。但係防守除咗戰術之外，亦都好講求球員嘅執行力同埋紀律性。咁呢啲特點呢，通常就喺中型班較易發現嘅，就好似狼隊咁，係要通過戰術陣型訓練去加強嘅。咁通過1+1大於2嘅方法去彌補球員質素唔高嘅問題。咁喺呢一方面呢，錫菲聯係做得好好嘅。其次就係穩定性啦。錫菲聯有9個球員打超過20場正選，有5個球員係打足28場，正選27場呢都有2個。咁呢7個球員全部都係防守性嘅球員，計埋後備上陣嘅話呢，咁只有12個球員係踢超過20場嘅啫。咁即係代表韋達用嚟用去都係同一班人。減少輪換去提高穩定性，咁好處就非常明顯啦。失球確實好少嘅，但係因為而家呢，只係專注英超嘅戰線，咁到夏季真係有機會出戰歐洲賽嘅時候呢，就唔同講法啦。咁進攻陣式方面，錫菲聯繼續以3-5-2方式組織，咁三中堅喺後邊啦，左右中堅呢盡量拉邊，拉到去閘位位置嘅，然後中場中墮後填補翻中堅之間嘅空位，亦都係主要嘅出球者。一隊翼位壓上，一隊前鋒亦都稍微拉開，咁大家就可以見到錫菲聯左右兩邊都係有3個球員嘅，中間呢基本得翻中場中嘅球員嘅啫。
咁當敵人被吸引去防守邊路嘅時候，咁陣營自然被拉闊，咁喺中間嘅球員呢，就較易揾到空位去迎波，咁甚至係有直接傳俾前鋒嘅路線。咁當成功傳到俾中場嘅時候，中場可以直接揾前鋒送出直線啦，再由一對前鋒去發揮，或者從後場直接傳俾前鋒之後，因為前鋒嘅起始位置係接近邊線，一對前鋒拉開嚟踢呢，就有較多空位去內切，傳擾性強。咁呢個打法呢，就最簡單，長傳快攻。咁其次，前鋒攞到波之後做支點，喺靠邊路嘅位置等翼位後上 overlap， 咁傳俾翼位之後就走入禁區，將戰線推前，翼位攞到波之後呢，再等中堅從後 overlap， 不斷重複攻打邊路。睇翻數據呢，錫菲聯每場平均只有19% 從中路進攻，係全英超最少嘅。咁即係代表從兩邊進攻係最多啦。咁如果再加埋中場不時過嚟幫手呢，呢個時候錫菲聯邊路呢係可以有3至5個球員嘅，咁不斷試圖去 overload 邊路。咁作出傳中俾禁區入邊嘅一對前鋒。咁錫菲聯平均每場係作出24球嘅傳中，同利物浦一樣，只係僅次於26次嘅曼城嘅啫。咁除咗前鋒喺中間等嘅時候，對面嘅翼位呢亦都經常走入禁區執後柱位嘅。咁講到翼位，亦都因為左右中堅已經為球隊提供闊度，所以一隊翼位呢可以有更多時間移入中路活動，更易讓路俾中堅去 overlap 或者插入禁區進攻。當翼位嘅位置唔再局限於翼位嘅時候，咁對方嘅防守呢就更易出現錯配，造成混亂。咁另一個打法呢，就係 overload 邊路嘅時候，對方嘅防守力咁自然就會轉過嚟啦。而前鋒喺禁區等食呢，又牽引部分嘅防守力量。咁呢個時候，對方就好容易被拉扯成兩截，然後錫菲聯嘅中場就可以從後插入去禁區起腳。錫菲聯嘅神射手就係入咗5球嘅中場費力克，另一個中場龍士談亦都攻入4球。而且錫菲聯嘅場均只有27% 射門係來自禁區外，為全英超最少嘅。喺禁區內、小禁區外嘅呢，有64%，全英超最多。咁證明錫菲聯嘅中場係比較少企喺峨眉月頂等待，咁通常都係插入禁區起腳，但又未細膩到可以做入小禁區。咁但係當然有利就有弊啦。打3中堅2個翼位壓上嘅時候，左右兩邊已經容易俾人利用反擊㗎啦。咁更何況中堅都上埋去，而且中路出球點少，當邊路選擇被封，同時有受壓嘅時候，就容易出現斷纜嘅情況啦。進攻方面，打法簡單直接，平均每場係作出76次長傳，又係全英超最多嘅。但亦都因為進攻以長傳為主，成功率自然較差，真正轉化成攻門嘅唔多，場均係只有10.2次起腳射門，僅次於水晶宮嘅9.9次，總入球只有30球，亦屬於偏少嘅球隊。咁其實仲有好多更細緻嘅情況，就好難一一去解構嘅。但係韋達帶領嘅錫菲聯帶來進攻型中堅呢，確係令人大開眼界。咁上季喺英冠呢已經有留意㗎啦，升上英超嘅時候都有諗過，仲行唔行得通呢？咁因為好似頭先所講，好易被打反擊，英超速度同英冠真係好唔同嘅，所以感覺上今季使用中堅 overlap 嘅頻率呢係比上季英冠嘅時候低，咁亦都可以理解嘅。咁事實證明，升班馬可以打到上去爭歐聯嘅席位，都唔係咁容易嘅。